姐姐，妹妹这是去哪儿了？让姐姐好找。我就是随便在外面走走。这些时日与妹妹朝夕相处，一时半刻不见，还真有点想呢。看，这是我新配置好的胭脂，特意拿过来给妹妹试试。谢谢姐姐惦记。你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去给姐姐烹茶。是。快来，来，让姐姐给你试试。你看如何？这般轻薄香甜，姐姐是如何做到的？是用上好的红植竹花瓣放到干净的石臼中，慢慢将花瓣冲成后浆，细砂过滤取汁，然后将当年新骚就好的蚕丝剪成这猪荷般大小，放到花枝中浸泡，取出晒干后，就成了妹妹手上这上好的胭脂。怎么了？这胭脂再好，和妹妹的人面桃花相比，也黯然失色。看来妹妹的确用不着这些东西。姐姐竟会说笑。这么好的胭脂，姐姐要不想给，妹妹可要自己拿来用了。你看美人是不是真的有点儿？你看怎么了？你仔细看。哎呦，还真是啊！你看，大胆，竟然敢在美人这放肆！南后美人恕罪。姐姐，下人们常有粗疏失礼的时候，不必和他们一般见识。若是在我那也罢，可偏偏在妹妹这儿。若不管教，岂不让外人说我放纵手下？莲儿，是，给我掌嘴！哎，姐姐且慢，何不听听他们如何为自己辩解？如果无道理，再打也不迟。既然美人给你们求情，我就给你们次机会。说，到底在嘀咕什么？这婢子不敢乱说。说吧，说实话，我可以求南后不罚你们。后宫有传言，都说美人闭月羞花，千娇百媚，这是实情啊。可是，就是有一处不好。何处不好？妹妹，别听他们嚼舌头。这宫里人向来善于极度挑拨。可是姐姐，妹妹还是想知道何处不好。美人的鼻子。住嘴！美人的鼻子，可是你们这些贱人可说的。给我狠狠打，好让他们知道做婢子的本分。给我接着打，打完了嘴，再罚跪2个时辰石板。大哥饶命！大哥饶命！我再也不敢乱说了。算了，姐姐，让他们下去吧。妹妹，你心肠太软了。妹妹答应过他们，若他们说实话的话，就不该罚他们。还不谢恩？谢美人宽宏大量。依着姐姐的脾气，非割了他们舌头不可。妹妹，这宫里人就好无事生非。前段日子有人嚼舌头，说赵姬虽然美貌，但声音难听。想当年这赵姬也是大王的新家人，可生了孩子后嗓子变哑了，大王也变得对她若即若离的。他不知道从哪听到这消息，心里慌得很，日日找御医下方子治嗓子。哼，说是治嗓子，其实还不是想挽回大王的心思。妹妹身体受之于父母，相貌从小未受过任何人指摘。妹妹在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在外又是王孙贵女，
别人巴结你还来不及呢，哪能说你一点不好？如今到了大王的储宫，美女如林，谁也不比谁弱。除了像姐姐这样真心想结交你、处处袒护你的，哪有闭口藏舌的道理？你呀，别理他们便是。姐姐也真是个粗心人，他们不说，我还真没看出妹妹脸上的缺憾。我真的看不出什么。你从小到大都看自己的面孔，自然很难看出瑕疵。莲儿，你来看看。在莲儿看，夫人的确是花容月貌，只是这鼻子有一点点，好像是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什么？一点点歪歪。难怪大王昨日跟我在一起，提起妹妹的容貌，你都不知道大王有多喜欢你。大王先是说你肌肤胜雪，秀色可餐，可后来大王又说，端详你久了，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缺憾。妹妹别担心，大王提起此事时，我马上打岔过去了。我说，大王，你太过于挑剔了，妹妹是丽质天成，白玉无瑕。可是大王日日都来章华台，他总有一日会看出破绽的。傻妹妹，这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妹妹请看，这样如何？这样呢？或者是这样？谢谢姐姐细心指教，是妹妹聪慧。大王来了。爱妃不必多礼。爱妃啊，寡人想你。爱妃，你可知道，这是寡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摘花给一个女子。谢谢大王。嘘，爱妃啊，今日屋里的灯光为何如此昏暗呢？今晚月光好，如果屋里太明亮了，反而辜负了月亮的皎洁，对吗，大王？爱妃果然好情趣啊！爱妃，寡人，今日这般凉爽，爱妃为何手持羽扇呢？因为臣妾喜欢妙目传情这4个字。好一个妙目传情！在寡人眼里，不光是妙目，你的一举一动无不在传情。
快点儿！对对对，小心！对，就放到那边，抬到那儿去。对对，放这儿，就放这儿。我看，好，放到案几上。妹妹，姐姐，妹妹，快起来！姐姐为酒宴已经辛苦整日，何不坐下歇歇？今日妹妹生辰，大王特别赐宴，你又不喜欢热闹，别人只好作罢。今日只有姐姐和大王替妹妹庆生，若有差池，岂不被大王怪罪？姐姐一直为妹妹操心，妹妹真是感激不尽。此生无以回报，只有来世为姐姐做牛做马了。妹妹再这么说，姐姐可真生气了。啊，你等等啊，那盆花放在门口。是。大王快到宫门口了。知道了。哼，妹妹，天已黄昏，你是否觉得这店里有些昏暗呢？姐姐的意思是，平日里我劝你与大王单独相处时灯光要幽暗，那是为了让大王只看到你曼妙的身材，而忽略了你的缺憾。可今日是盛宴，灯光过暗，一是不吉利，二是坏了气氛。那可怎么办？我想，何不把那九尾天狐灯拿来，放到妹妹身后高处？灯下黑的道理，妹妹是懂的吧？既照亮了大殿，又照不到妹妹，你觉得这主意如何？姐姐好聪明，我这就进去把九尾天狐灯拿出来。妹妹快去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大王到！大王，爱妃请起，都起来吧。今日寿星何在啊？臣妾不好说。美人病了？美人妹妹没病，只是回去取九尾天狐灯了。取灯就取灯吗？有何不好讲的？可臣妾认为，美人这么做，未免对大王太为不敬了。那盏灯是爱妃送给美人的吧？更何况寡人看来，那灯也没有什么不好啊。正因为好，所以才被妹妹再三讨要，我不得不给她。竟是她向你抢锁的？爱妃，你宽容大度，待人温柔敦厚。魏美人刚刚入宫，一盏灯而已，小事一桩，给她就给她了。可她讨要的理由也太牵强了。什么理由？爱妃一向心直口快，今日为何这般吞吞吐吐？有寡人在这儿，但说无妨。爱妃，他说他要用这盏灯去除异味。大王，你弄疼臣妾了。他当真是这么说的？请大王息怒。臣妾喜欢“妙语传情”这四个字。
极了。你为何总是遮着你的面孔？寡人听不清你在说什么。臣妾说，轻歌曼舞，婀娜多姿，真是好极了。今夜清冷，你那扇子该收了吧？是。今日的菜肴不合爱妃的胃口？不，南后姐姐特意让御厨精心准备，菜肴美味可口。那是酒不好喽？不是。那寡人为何见你菜味吃一口，酒味喝一樽呢？是不是因为这里有一股让你难以忍受的恶臭？大王说笑了。那你为何遮遮掩掩？大王，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敢捂住你的鼻子？来人！大王，把这个矫情的贱人拉下去，割了他那娇贵的鼻子！大王，冤枉啊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冤枉啊！大王，冤枉啊！大王，大王。姑姑远生，敢问来找谁？有何事？我是魁姑云梦台的，有要紧的事要求见舒公主。姑姑真不巧，我们舒公主正在午睡。那我等等。这里是高堂台，不是云梦台，你还是走吧。可我真的有非常要紧的事。此刻让你走还是客气的，惊动了威后，只怕你我担待不起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少啰嗦，快走吧！我求求你们了，走！好大的胆子，你们敢做我的主了？公主恕罪。魁姑姑，月儿到底怎样了？有人在月华台见着她了，说是病得很厉害。虽然现在无人给她定罪，但也没人给她释罪，所以根本不给她派太医，只是由着她去死。母后，舒儿来了，快坐下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今日我让大祭司为你的婚事占了一卜，离下镇上寅戌之象，大祭司说是少见的姻缘奇卦，日后成亲，你和你的夫婿将成为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。母后为舒儿的婚事如此操劳，舒儿心中不忍。当娘亲的命里注定是要为儿女操碎心的。母亲果真舍得舒儿远嫁？当然舍不得。10月怀胎，千辛万苦，看你长成亭亭玉立，我是又欢喜又担心。担心你找不到好的夫婿，误了终身，所以我千挑万选，选中了赵侯雍。他雄韬伟略，文武双全。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骨肉，你就会明白为娘的苦心了。所以做娘亲的对自己的儿女都是舐犊情深的，对吗？这是自然。舒儿有母后是舒儿的大幸，可是那些没有娘亲的女子岂不是特别的可怜？舒儿嫁人，日后有了儿女，舒儿在他们身边为他们遮风挡雨。可万一有一日舒儿不在了，儿女们无依无靠，只能任凭他人宰割欺凌。舒儿一想到如此情景，心中凄然。舒儿此言何意？母后，如今宫中上下人人皆知月妹妹在月华台病得很厉害，母后看在她娘亲早逝的份上，让太医去救救她吧。不许你再跟我提那忤逆不道的贱人。母后，
月妹妹虽非母后亲生，可也是父王的亲骨肉啊。她是咎由自取。前阵子因为月妹妹顶撞了母后，所以把她关了起来。可如今舒儿这边早已风平浪静，月妹妹那儿却余波未了，仍被囚禁。如今月妹妹病了，也不给她看病，由着她去死。月妹妹与舒儿同父异母，别人知道了，只会说王兄母后欺负月妹妹孤苦伶仃。舒儿远嫁别国，君臣和百姓们更会因为大楚如此对待先王的亲生骨肉，更加藐视母后、王兄和舒儿。舒儿思前想后，母后就算与月妹妹有深仇大恨，也应该为了大楚的名声和舒儿的将来，救救月儿吧。不然怎样？不然舒儿万万不敢嫁人了，免得上天报应，将来儿女一生凄苦。舒妹妹，你说这话就差了。母后日日为你操心劳神，你怎忍心用自己的姻缘来要挟母后？那个芈月天生祸人败事，她若知晓孝顺二字，就该早早赴死，免得在世间祸害别人，更坏了你与母后的骨肉之情。你闭嘴！月妹妹落到如此地步，定是有你在作怪。你极恨她，时时在母后面前恶意挑唆。月妹妹要是有三长两短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敢问公子姓名？在下姓黄名歇，太子伴读。黄公子，你有何事？敢问月公主是不是关押在里面？不错，我等奉威后之命看管此处。让我进去。进宫之地，公子不可无礼。快要走开！走，去叫人。走。月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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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歇，你怎么了？别怕，我这就带你走。子歇，起来。大胆狂徒，私闯进宫，乃是死罪。今日我黄歇就是闯了，你们又能如何？拿你归案。月儿，你先躺下。子歇，子歇，那得先问问我的剑。上。小心！小心，子歇！子歇，有黄骨主官，要杀要剐，冲我来！月儿，子歇不怕死。子歇，你们来拿我的性命吧！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等一下，杀了太子陪读，动静闹大了，可不好交代啊。月公主是大王的妹妹，伤了她，大王怪罪，更不好交代啊。住手！狄公主在此，谁敢无礼？姐姐，月儿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对月公主和黄公子动手！公主恕罪，我们也是奉命而行。给我滚出去！还不快滚！走走。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这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快拿水来！月儿，姐姐，喝不得，为什么？有毒。有毒？快去叫女医！快去！这水里有毒！月儿，你们还不快去！舒公主，姐姐，不能喝，姐姐，出去告诉外面的人，说舒公主饿了，吃了这里的东西；舒公主渴了，喝了这的水，随他们怎么办吧。快走！月儿，好苦呢。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
皇公子黄歇私自闯入了月华台，简直无法无天！让侍卫把他拿下。魏后，舒公主也去了，还吃了芈月那边有毒的糕点，喝了有毒的茶水。哪儿来的毒？据说那月公主的病就是与宫里送过去的吃食有关。快去叫女医治，去月华台救我的舒儿要紧。是。说，谁背着我下的毒？奴婢不敢。你鬼迷心窍了。母后，婴儿只是恨那芈月，除了忤逆您，还狐媚皇公子，教坏了舒妹妹。如果她不在了，不是给您去了块心病吗？女医治，先给姐姐解毒。别担心了，我已经吃过解毒的药了。皇公子的伤口也包扎好了。子歇，月儿，放心吧。月儿的病到底怎么样了？月儿中毒深吗？月公主是我见过运气最好的人。女医治奇怪，虽然中了剧毒，但症状却没有想象中的严重。世间奇怪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，见怪不怪了。只怕宫里的有些人是坐不住了，他们一直以为月公主必死无疑。我这里有丹丸，每日只需1粒，服后会发烧，会卡血。你们若信我，就让她用；若不信，就算了。多谢女医治救月儿。不是我要救月公主，是她命里不该死。珍珠、珊瑚。公主，你们回去告诉母后，就说舒公主留在月华台不走了，和月公主同吃同住。谁要想下毒的，让她下好了。是。姐姐。微后，拜见微后。舒儿的病情如何？中毒不深，并无大碍，只需好好调养几日便可痊愈。我要你守在舒公主身边，确保我舒儿无恙。是。那个芈月怎么样了？依奴婢看，她的病是因淤毒入络，邪犯上焦，邪热破血妄行，病入膏肓。这么说，她是没救了。命是上天给的，上天要带她走，无人可阻挡；上天要留她在，无人可送走。这次她中毒，我想知道她是留还是走。那要看少司命的意思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微后，舒公主说，即便她病好了，也要留在月华台与芈月同吃同住。由她去吧。你告诉下面，衣食住行不可怠慢，给我好生伺候着。若有半点差池，我让他们都去死。是。因儿那丫头有点走火入魔，你们给我留点神。奴婢明白。咳嗽了，来，起来喝点水吧。
陪着你。气色好多了。舒公主，月儿，这是刚熬好的粥，喝一点吧。我来喂你吧。不烫吧？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月儿笑什么？月儿好福气，若没有你和舒姐姐，我就看不到这园子里的景色了。月儿别这么说，只要黄歇在，月儿永远有好山好水可以看。月儿的命是子歇给的。月儿就是子歇的幸运。你为何要对我这样好？因为月儿值得我对你这样好。我要还你。不用还。还你，用一辈子还你。一辈子太少。那就生生世世，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秦王在此亲临郢都，楚王命我等在此恭候大驾。有礼。不过2月10日，臣弟与王兄又来到郢都城了。大良造公孙衍曾经劝寡人改弦更张，弃南就义，弃远就近，迎娶魏国公主。寡人却因此更觉得楚国这一趟必来不可。楚离子，你怎么看？王兄是觉得不易到手的东西更珍贵。这一回，寡人想要的东西都会到手。拜见大王，楚离子。张子免礼。寡人在路上已经听说，张子一张妙嘴，顶下千军万马，略施小计，便离间了楚国和魏国的关系。想来有张子在，要让那6国合纵变得分崩离析，并非难事。大王，有时候一个人的鼻子要强过数万兵马将士。本王这次来郢都，名义上是来给舒公主下聘礼的，但聘礼下得成下不成，还有变数。张子看，这步棋该如何走啊？
只要将秦楚联姻做成事实，这五国合纵就告吹了。不过赵侯雍这几日也派了使臣到郢都来向楚公主求婚，就住在这家驿馆里。所以大王这一次遇上了一个劲敌呀。那赵侯雍与朝阳来往热络，朝阳在宫中根深权重，若他站出来为赵侯雍说话，这分量不可小觑。你今日晚些时候，给晋上送些好礼过去。即使朝阳替赵国鼓吹，那晋上也该有话可说。你送礼，他也会送礼，送来送去不就是个礼吗？可有一样东西比礼管用，那就是情。楚公主对秦王有情，秦王对楚公主有意，为什么要将这个事瞒得密不透风呢？倒不如散出去，让越多的人知道越好，最好让赵国的使臣也知道。张子说的有理，姻缘讲究水到渠成，能想法子让赵国使臣知难而退，是最好不过了。与其苦等水到渠成，不如早早的将生米做成熟饭，这叫大行不拘细谨。妹妹，姐姐，你也是太不听话了，身子这么虚，动不动都咳出血来，怎么还做针线呀？我今日觉得精神好多了，想做个香囊给子谢。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不在这一日两日的。我能活到今日，全靠姐姐舍命相救。这次若没有你，净说傻话。上次我被蛇咬，妹妹不也是舍命相救吗？在我心里，我觉得我永远都是欠姐姐的。那你以后啊，就慢慢还吧。哎，其实现在想起来，你和那个黄公子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妹妹福泽深厚，才能找到像黄公子那样万里挑一的好男人。姐姐别急，姐姐是月儿命中的贵人，月儿为了答谢贵人，定会想法子尽力成全姐姐的姻缘。数你嘴甜。好在你我都各有心上人，不然姐姐定是抢不过你的。姐姐放心，只要是姐姐的心上人，我定不会与你抢。魏美人一事已经危及到楚魏两国的关系。魏国使者离开郢都之时提出，若大王再不向魏国致歉，那会盟之事就提也不要再提了。微臣以为，合纵乃眼下重中之重，会盟尚未开始就面临分裂，绝非吉兆。动辄便用合纵吓人，合纵原本只是屈左图的一厢情愿，真正做起来困难重重。大王应该已经知道，2日前秦王嬴驷带着丰厚的聘礼又来到了郢都。论诚意，那5国都是口是心非，远不如秦国真心。大王，齐国一向野心勃勃，赵国、魏国更是心怀叵测。他们推举我们楚国为合纵长，无非是因为秦国崛起，令他们心生惧意。他们推举我们楚国挑头，与秦国相斗，两败俱伤。5国表面上热热闹闹，鼓噪在郢都会盟，背地里却各打各自的算盘，早就同床异梦了。晋上，此话怎讲？大王，臣接到密报，韩王1月前派人到咸阳，与秦王嬴驷密谈。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，恐怕除了他们自己，无人知晓。但若对楚国有利，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偷偷摸摸。晋上大夫真是耳目灵光啊！老夫不明白的是，你只是楚国的一个上大夫，为何竟能掌握如此之多的秘闻消息？老令尹，大王，合纵之事能否成功，不在魏韩这些随风而倒的诸国，
而在赵侯雍、齐王这些强悍国君，赵侯雍乃诸侯中龙汉凤雏。他派使者来郢都，求取芈淑公主。此事若成，可谓珠联璧合，合纵会盟之事易如反掌。此事容寡人再好好想想。月儿，把药喝了。子歇，告诉我实情。我几次要你陪我去见魏美人姐姐，你都屡屡推诿，为何？那魏美人，还是不要去看了。姐姐怎么了？她因为开罪了大王，被大王割掉了鼻子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据说是南后因为争宠设下的圈套。可不管怎样，大王都不该如此蛮横。魏姐姐，她也是王侯之女，怎可视如草芥？这宫中的女人，哪个不是诸国权势权衡的赌注？即便身为公主、王侯之女，谁又能左右自己的命运？只是这魏美人的遭际，实在让人扼腕叹息啊！若是没有美人姐姐援手搭救，我的命早就没了。可如今姐姐遭难，我却束手无策。估计宫中只有你在真心为她难过。多少人都认为，只有别人死，自己才能活。今日是他人死自己活，明日就是自己死他人活，有什么区别？我不要过这种日子。敢问姑姑，前不久有个魏美人住在这章华台里，你可知道她的去向？还魏美人呢，鼻子都没了，活脱一个丑八怪。姑姑可否告知，我在何处能找到她？婢子不知道啊。这远近处处亭台楼阁，看起来好风光啊，谁知道哪日就成了冷宫了，还这个美人那个美人的。今日可能是掌中的珍宝，那明日呢，就是落地黄花喽。既然姑姑不知道她的下落，那能否让我去她的寝宫看看？想去就去吧，大王有令，这里边的东西啊，早就都清干净了。多谢姑姑。张子，张子，张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月公主，昨日魏美人在冷宫自杀死了，在下特意来祭奠她一下。唉。这不，看到他留下的牌箫，睹物思人，有些伤感。月公主，张子与魏美人曾有交集？没有。张子何时变得如此多愁善感？虽说魏美人与在下素昧平生，但魏美人毕竟是因我而死。不是说那是南后郑袖的手段吗？
给南后出谋划策的正是在下。张子，魏美人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害她？并不是张仪要害一个弱女子，只可惜她是屈原和朝阳搞合纵联盟的一枚棋子。就算她是棋子，又碍你何事？张仪与人有过约定，不得不借魏美人鼻子一用。卑鄙！卑鄙的不是张仪。魏王和朝阳深知楚王贪图酒色，将魏美人送进楚宫，曲意奉承，他们才卑鄙。张子，我和姑姑当初搭救你，是把你当成了君子。张仪做事有谋略，讲黑白，但从来都不是君子。我知道，月公主在气头上，此事说什么都无用。但希望将来有一日，月公主能明白在下这份不得已。好，这不用说了，你我交情到此为止，再无需交往。月公主，请转告舒公主，秦王已经带着聘礼回到郢都。舒公主难道不想和秦国大王再见一面，互诉衷肠吗？见不见，关你何事？谁想到张仪竟然为了一己私利，对美人姐姐毫不怜惜，视如草芥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那个张仪真的说秦王已经回到郢都了？好像是。我就猜到他会回来的。他真是至情至性之人。张子真的说秦王回郢都是为了给舒儿下聘礼？除了舒姐姐，这楚宫当中，谁还能入得了秦王之眼？好妹妹，姐姐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既然秦王对我有情，那我也应该让他知晓舒儿的心意。姐姐是要私传信物给他？小声点儿。照理说，妹妹还未痊愈，不该劳累妹妹的。我不累，不就是替姐姐出宫一趟，去见那个秦国老伯吗？你老伯老伯的叫，好像他真的很老似的。不老不老，他不老，他与姐姐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。好啦，妹妹答应你就是了。好妹妹，这件事情干系重大，我该如何谢你才好啊？你我之间若用得着谢字，那便生分了。老伯，给，拿着，这是舒姐姐的一片心意。老伯，你真的觉得我很老吗？你虽不老，但年纪也不小了呀，还不赶紧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，将舒姐姐迎娶到秦国？晚一步，可是有人要抢的。这我知道。小丫头，回去告诉你们舒公主，本王定不会负舒公主一片真心。赵侯雍派来的求婚使者就住在这个驿站，朝廷内外不少人都主张要将舒姐姐嫁给赵侯雍。老伯，快动作，也好叫舒姐姐定心呐！啊！这就是赵国派来的使者。是。公主慢走，
望公主下次再来。秦王不必相送，告辞。楚离子，敢问刚才离去的是楚国的哪位公主？还有哪位啊？自然是楚国的狄公主芈姝啊。狄公主怎么会一个人出行呢？狄公主的随从都在外面候着呢。这不符合规制啊！狄公主金枝玉叶，她来与秦王相见，难道还要弄得世人皆知？秦王带着聘礼在宫门外几次求见，我大楚乃礼仪之邦，大王总不会永远避而不见吧？赵国的使者来郢都多日，提亲之事也要落到实处。不把秦王打发走，寡人如何给赵侯雍一个交代啊？大王说得对，那就应该赶紧见秦王才是。那秦王来郢都是给舒公主下聘礼的，寡人见了他如何应答呀？当真把那个厨娘嫁给他呀？秦王一定要娶，大王就将那厨娘嫁给他，又有何妨？事情揭穿，出丑入乖的该是秦王，与大王有何干系？这君子坦荡荡，鱼目混珠的手段实不可取。既然合纵大策已定，大王身为合纵长，还是当面义正辞严拒绝秦王为好，让其知道大王合纵之决心，免得日后更多纠缠。他若不肯与寡人让步，又当如何？这里是郢都，不是咸阳，他敢怎样？他若识趣，乖乖的走了，倒也罢了。他要用强拿下他的人头，是轻而易举之事。大王，此非仁义之举，万万不可！大王，此事还需慎重。大王，容寡人再想想。妹妹，王兄已经决定了，明日要宴请秦王，商讨婚事。姐姐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那是圈套。圈套？适才子谢告诉我，他还是从屈子那里听说的，说大王已经听从昭阳的劝说，要在筵席之上埋伏刀斧手，诱杀秦王，将你嫁与赵侯雍。这可如何是好？王兄这是要葬送舒儿的一生。妹妹，快随我一同前去，求屈子帮忙。屈子认为此举非君子所为，执意反对，所以筵席之上只有昭阳一人作陪。秦王生死只在昭阳一人之手，此事连屈子都无可奈何。那他定是凶多吉少了。只需要姐姐拿定主意，秦王便会无恙。主意？什么主意啊？我此刻五脏俱焚，哪还有什么主意？好月儿，你替姐姐出个主意吧。月儿想，秦王若不去赴宴，他们就拿秦王无可奈何了。可如何才能让秦王不赴宴呢？姐姐放心，我这就去给秦王通风报信。哎，等等，我想办法偷偷拿出母后的出宫令符，和你一同前去。好。谁？舒公主有要事要见秦王。请稍等片刻。公主请进，王兄已在等候了。就是这儿，去吧。那我先进去看看。
老伯，不是说是舒公主吗？小丫头，别生气，本王把你当成舒公主了，鲁莽造次了。老伯不是鲁莽，是目力太差。姐姐来了，在门外呢。姐姐，走。我在门外等你啊。大王，路上小心啊！大王放心吧。赵大夫，赵大夫为赵侯雍求婚，已在郢都滞留多日。今日楚王设宴，与寡人商议嫡公主芈姝的婚事。赵大夫何不一同前去？楚王跟你谈婚事，关我何事？诧异，嫡公主身边有几个婢女，都是绝色的。赵大夫可以请求楚王将其中一个婢女许配给赵侯雍。你，赵大夫刚才已经亲睹楚国嫡公主的容颜，既然无法娶到嫡公主，退而求其次，并不难看。告辞了。昨晚上我就一直守着那扇门，等啊等啊，一眨眼天就亮了。舒儿也是觉得奇怪，怎么一眨眼天就亮了？姐姐究竟与秦王说了些什么？难道姐姐没有劝说秦王今日不要赴宴？说了，可他说要光明正大娶我为后，所以一定要亲自面见王兄。秦王热血男儿，值得姐姐倾慕。不过昨日一夜未归，万一魏后追查起来，姐姐该如何回复？秦王愿为舒儿豁出命来，我眼下哪还顾得上那么多？请秦王托履解剑。剑为男人之胆，身为秦王，剑不可离身。
无妨。亲王，喝酒。来，都听仔细了，你甩妹妹好，格杀勿论。本王上次进咸阳，就听说了一件事。何事？听说楚王常年患有隐病，因难于向世人启齿，无法根治，是楚王心中一块痛处。亲王，你什么意思？楚王听我把话说完，但本王却以为，楚王所谓隐病，也许正是楚王天生异禀之处。此话怎讲？楚王可曾听说过，我们西北有种兽类，叫香獐子。雄獐子天生香囊，其香气让雌獐子苦追不舍。楚王身上气味奇异，不正好雄冠楚宫吗？真有此事？本王这次特意为楚王带来了麝香，都说这东西若做成香囊，挂在身边，会让男人威力倍增。楚王不妨试试。亲王，本王一定试试。楚王好客，特意设宴宴请本王。本王早就听说楚王酒量无敌，所以先敬楚王3杯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干！且慢，这杯酒，本王是要为楚秦联姻，你我从此一家而庆贺。大王，秦王此话不妥。楚国与秦国何时联姻了？对啊，秦王，你与我楚国何时联的姻呢？寡人就是在这大殿上向楚王请求迎娶嫡公主芈姝，楚王当场承诺，并请出芈姝与我相见。不过才2月有余，楚王忘记了吗？此事寡人自然是没有忘记。可那日秦王见到的只是我楚宫的一名普通厨娘，并非是嫡公主芈姝。若秦王真的一味索讨，那寡人只好把那个厨娘给你了。君无戏言，本王一直都是向楚国嫡公主芈姝求亲，楚王答应的也是将嫡公主芈姝嫁于本王。芈姝明明是大王之妹，今日怎可随意拿个厨娘来搪塞？这联姻之事你情我愿，秦王这是要强讨硬娶了？怎能说是强讨硬娶？是你们有言在先，言而无信。明明说好的是嫡公主芈姝，怎会变成一个厨娘？久闻楚离子，能言善辩，伶牙俐齿，佩服，佩服。我们喝了这杯酒，如何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等等，令尹大人真会说笑。楚王若不肯嫁妹，本王又怎能应娶？楚王，这把刀太钝了，看来要用上本王的这把匕首。楚王，要我来帮你吗？秦王不必客气。寡人，楚王看这把匕首如何？
好匕首，鱼肠匕首，削铁如泥。楚王可愿试上一试？是就不必了。楚王，你这是要拿本王的命吗？寡人的本意是，楚王为了悔婚而杀秦国之君，楚国即成为秦国勇士之仇人。杀人一时，结仇百世，楚王以为值得吗？楚王言而无信，翻脸杀人，为世人不齿。来日，楚王又如何面对诸国国君？秦王，这是个误会，误会。本王知道这定是误会。若不是误会，刀剑无眼，只怕本王性命还在，楚王的性命却没了。赵阳，秦王，这里是郢都楚宫，不是你咸阳大殿，不得无礼。明明是你等埋伏了刀斧手，剑拔弩张，无礼在先。楚离子，不用再说了。楚王诚意邀请本王赴宴，商谈联姻大事。既然早晚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过分计较？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为何这些人还留在大殿之上啊？赵阳，寡人有贵客在此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这些丢人现眼的家伙，都给老夫滚下去！还不快滚！好了，来来，让本王再敬一杯，祝楚王在诸国君王之中拔得头筹。本王知道，楚王一向对我汉中商於之地情有独钟。若楚王愿促成秦楚联姻，那么这商於之地好商量。什么？秦王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。本王对舒公主倾慕已久，望楚王成全。舒公主出嫁之事不宜再谈。眼下楚国正准备与吴国结盟，大王前不久刚应允了赵侯雍的求亲。楚国只有一个嫡公主，总不好一人许配给两国。是啊，秦王，此事寡人的确是为难。大王，晋上晋大夫有要事要禀报大王，让他在大殿外等着。晋大夫说是要事，等不得。什么事儿如此慌张？让他进来。是。启禀大王。晋上有什么话赶紧说。啊，大王，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，走了。什么？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走了，离开郢都了。这个赵侯雍简直是荒唐，朝三暮四，竟然把两国联姻此等大事当作儿戏。赵国使者临走时说，他们亲眼看见秦王和舒公主多次在驿馆私下相会，郎情妾意。既然秦楚交好，外人怎能过分勉强？一派胡言！寡人的王妹舒儿，自幼乖巧贤淑，
怎会与秦王做出那苟且之事？除非是赵国有。老夫担保，那赵国使者并非无中生有之人，必定是有人使诈。秦王，此事关乎到寡人的颜面和我王妹芈姝的名声，还望你能给个交代。本王自然会有交代，只要楚王应允，择日迎娶舒公主便是了。你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可惜呀，已经水到渠成，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两位公主，请留步。谁敢阻拦狄公主，小心你们的脑袋！拜见大王。拜见大王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既然是商议舒姐姐的婚事，那总该问问舒姐姐自己的心思吧。大王，女子婚配向来全凭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大王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好，淑妹啊，寡人今日就当面问你一声：秦王嬴驷3番2次来我楚国求亲，声言非你不娶。可这秦国千里迢迢，道阻且长，王兄认为你一定不会愿意嫁到那荒僻之地的，所以正打算替你做主。大王恕罪，此事还是由舒儿自己做主吧。你说什么？求大王体恤兄妹亲情，成全舒儿与秦王的姻缘。楚王，这第3杯酒，就祝本王与舒公主百年好合，子嗣绵延，如何？母后息怒，舒妹妹也算是个性情中人，竟然不顾母后的颜面，只身闯入大殿，当众承认与秦王的私情，让大王好生难堪。哎呀，如今大王对这桩婚事也无可奈何，母后还是顺水推舟算了。啊，臣妾就是想给母后通个气，免得一个人蒙在鼓里黑不隆咚的。既然婚事已定，母后的心也该落下了。臣妾可真是为舒妹妹感到高兴啊！好了，臣妾告辞了。恭喜母后！气死我了！真是气死我了！南后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威后若是真生气，就着了他的道了。但舒儿怎会自降身份，自甘堕落？那秦王有什么好？哪点比得上赵侯雍？真是喝了迷魂汤了。舒公主也许是受了别人的挑唆，那月华台里不是还住着个芈月吗？可不是，我真是糊涂，竟然让舒儿和那个贱丫头在我的眼界之外恣意妄为。玳瑁，传我的旨意，让舒公主马上给我搬回高堂台。是，威后，晋上大夫求见。晋上一向跟南后热络，南后刚走他就来了。那奴婢去回了他，就说威后身子不适。等等，听说秦王就是托晋大夫为他出面求亲的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花言密嘴的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威后。免礼。谢威后。听说晋大夫近日为楚秦联姻之事忙碌得很，
今日怎会到我这里来？微臣是给微后道喜来了。喜从何来？亲王久慕舒公主贤德美貌，愿以倾国之力来迎娶。舒公主乃微后掌上明珠，秦楚联姻，岂不是喜事一桩吗？我看中的贤婿不是秦王，晋大夫道喜走错门了。赵侯雍虽好，但与秦王相比，确有缺失。此话怎讲？赵侯雍来楚国提亲，是为了合纵；大王曾允诺婚事，也是为了与五国联盟。臣以为，五国联盟貌似强大，实则人心不齐，不堪一击。楚国若与其联盟，必然浪费人力物力，不如结交强援，共谋他国。结盟由大王定夺，我只在意舒公主的婚事。这婚事和结盟之事同理，五国联盟尽其力，只相当于一个楚国。然而，五国人心涣散，只可当半个楚国。秦国国力雄厚，与楚国不相上下。若与秦国联姻，强强联手，便可无敌于天下。更何况，舒公主就算嫁给五国任何一个王侯，因其国力不强，这些王侯只是徒有虚名，王后之位就更是徒有虚名了。怎能跟一个手握大权的秦国王后相比？再者说，姻缘讲究的是一个缘分。舒公主与秦王情投意合，日后夫妻比翼双飞，鱼水和谐，这不都是微后所想所盼吗？你虽把那秦王说的百般之好，可那秦国荒蛮，秦人粗鲁，舒公主要是嫁过去，怕是要吃苦头的。好与不好，要问舒公主的心意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微后何不找个机会，亲眼见一见秦王？到时便知微臣所言句句是真。我就信你一回。5日后是郢都祭祀少司命大典，舒公主会献舞少司命，到时我和大王都会去。我会让大王宴请秦王，秦王的人品和谈吐如何，我一望便知。女士，殷公主，你们这是往哪儿去啊？高堂台给舒公主送少司命大祭的礼服。听说那大祭的礼服华丽无比，10几个绣娘忙活了小半年才做出来，可否让我看看？女士不会是因为狄公主的礼服，别人连看都不能看吧？好漂亮啊！这是微后特意让织房中最好的织女用金线和翠羽编织数月而成的，上面还镶了那么多上好的珍珠。为了少司命大祭之舞，实在过于奢华了。因少司命是庇护我大楚妇孺，使大楚人丁兴旺的神奇。为了大祭，无论多么奢华，都是对神灵的敬意。更何况，大祭历来是由身份高贵的女子作为主祭。今年微后有意让舒公主在大祭之日领跳少司命祭舞，这礼服当然是要好上加好了。那大祭之舞的伴歌领唱，该是太子恒吧？原先微后属意太子恒，但南后说不好，南后看中的人，微后又说不妥。这不，屈子出面，刚刚定下了公子歇。黄歇？正是，公子歇是屈子的爱徒。九歌又是屈子之作，选择公子歇也算是度身定造。原来是黄歇。我等有要务在身，殷公主请自便。
听说这次大祭，秦王和郢都的许多贵公子们都要来。舒公主若穿上这件礼服，领跳少司命器舞，不知道要让多少公子王侯神魂颠倒、辗转反侧呢？这话说得太早了。你怎么知道，那日穿上这件礼服的，就一定是舒公主？大王已经应允了姐姐的婚事，妹妹为姐姐高兴。舒儿远嫁，最割舍不下的就是妹妹。无论姐姐在哪儿，妹妹的心都与姐姐在一起。按照祖制，我出嫁时是要有姐妹宗族作为陪嫁，和我一同去的。姐姐，你想让我做你的应试，跟你一同去秦国？你一定不愿意，对吧？对，我不去。也确实委屈了你。哪个女人不想嫁给自己心仪的男人，不想成为正室？我娘亲就是应妾。我从小到大，听到别人嘲笑讥讽我最多的，就是我娘亲的卑贱。我绝不让自己成为应妾，让我的儿女受到欺辱。姐姐知道我的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更何况，我与子歇早有盟誓。可是母后对你一直耿耿于怀，上次月华台下毒之事也草草了结，并未追查真凶。我担心你留下来，害你的人是不会罢休的。此事我也惶惑。惶惑何人害你？惶惑他为何一定要害我？那你知道是何人所为？我只是猜测。姐姐对我如此之好，我真的情愿不是她。你确定？十有八九。其实根本用不着她动手，她仅仅示意就够了。这可怎么是好？姐姐可知，芈月的娘亲和抚养芈月的举姬，曾与威后结下嫌隙，对此姐姐也应当有所耳闻。可这是上辈人的恩怨，与你有何干系？上辈人，你恨他，恨我娘亲。说恨，伤你的心；说不恨，伤我的心。可她毕竟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是你的母后，看在我们姐妹情分上，原谅她吧。当心当心，规避碧帛以示鬼神，千万要摆放整齐。是的，这个放上面。啊，那这件呢？这个放正面。是。供奉的六兽和酒水都摆放在那边。祭司少司命，国之大事，天神在上，非凡柴不足以达之。哎，一定要让人细心照看这燔祭时的烟气啊！来来来，动作都快一点。皇公子，皇公子，月儿，舒公主，
跳什么呀你？月儿今日格外好看。步裙金钗，寻常打扮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一会儿舒姐姐换上祭舞礼服，那才叫一个好看呢。妹妹步裙金钗，在皇公子眼中都有这般姿色。你若能穿上祭舞礼服，那不美若天仙了。姐姐，何时你也学得如此油嘴滑舌？姐姐的话是认真的。上回祭祀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若是月儿主跳祭舞，皇公子吟唱作伴，那你们才是郎才女貌呢。多谢淑公主成全。全是轻薄口舌，不与你们说了。哎，月儿，其实他心里是有你的。皇歇只是想讨个今日的彩头。祭舞之后，恳求大王把月儿许配给我，望少司命庇佑，天遂人愿。殷公主，殷公主，这壶中便是公主要的北域雪梨酒。这公主答应的酬劳，这是宫中最好的羊脂玉，你等平日是见不到的。公主也别小看了奴婢，这酒也是稀罕物，性寒烈，夏日里少饮可解暑，多饮就会腹痛，千万不可贪杯呀。好了好了，本公主知道了。你见到舒公主今日要穿的那件祭祀舞服了吗？见到了，美的无与伦比。姐姐，刚才你与子歇说了些什么？不告诉你。你若不告诉我，那以后我也不告诉你了。你不告诉我什么？你想知道的事情啊。你不告诉我算了。天好热呀，珍珠，去给我和月儿倒些凉茶来。是。舒妹妹，可是口渴啊？我这里有一壶玉露琼浆，据说饮用后可让人冰肌玉骨，有脱神成仙之态。既然妹妹将在祭祀大典上主跳少司命祭舞，何不多饮2杯，也可助兴。姐姐，平日里你就不胜酒力，这酒还是不喝的好，免得误事。既然姐姐有这等好东西，妹妹怎能不喝呢？给我尝尝。真是甘甜如蜜，清凉入骨啊！这么好的东西，你们可不能跟我抢啊！再来一杯。姐姐，少司命祭舞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等还不快去更衣？可不是，时辰不早了，再不更衣来不及了。走吧，姐姐更衣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舒妹妹，不知怎的，我这肚子有些绞痛。快坐下，姐姐，我给你揉揉。怎搞的？莫不是中了暑热，或者岔了气？不知道。哎呀，这疼一阵一阵的，怕是一时半刻好不了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舒公主还要领跳少司命祭舞，
身体不适，这可怎好啊？是啊，献武少司命，万人瞩目，千万耽误不得。女师要早做打算啊。若是舒公主不能领跳，那只好临时更替啊。眼下能顶替舒公主的只有……女师说的有理，能顶替舒儿献武的就是月公主了。啊，我不行，我不能跳。月儿，舒公主这话当真？私下里，月儿曾帮我许多次，她其实跳得比我还好。你真的和舒公主一起练过？我是练过，但我不行。月儿，我不能跳。舒妹妹此言不妥。祭祀少司命是何等大事，芈月从未接受过女师指点，草率献武，亵渎神灵。献武少司命，讲的是一个诚字。有些人心里不干净，即便献武，少司命也不高兴。既然舒公主力荐，那就试一试。你现在就跳给我看，你若真的能跳，那就是少司命选中了你，你命里该有的逃不掉。今日由少司命判定的事最妥不过。女师，芈月向来忤逆，微后若知晓此事，定不会答应。这女师已经说了，此事由少司命判定，即便日后母后怪罪下来，舒儿自会分辨，女师不必多虑。月儿，月儿，皇爷在等你，别辜负了他。秦王到！秦王请。楚王请。坐。秦王请。楚王请。韦后请。秦王，那少司命的祭舞就要开始了。今日歌乐鼓舞，同鸣相召，以屈子的九歌祭祀少司命，极光凤羽，别具匠心。秦王可知道今日祭祀之舞领舞之人是谁？是谁？正是寡人的贤妹舒公主。舒公主领舞，好，早闻楚国歌舞美轮美奂，本王今日应楚王之邀，能一睹其真颜，也是大幸。那秦王果然是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。韦后好眼力，舒公主未来的郎君一定是万里挑一的。
些不肯放手。凭他那身负异禀、玉树临风的模样，我都想多望两眼。孙何以喜愁苦？像莺儿这样情窦初开的小女子，自然是把持不住。微后说的是，在婢子看来，咱们楚国的少年才俊，一点不比那些诸国的王侯们差。难怪世人都说咱们大楚人杰地灵，世间人才大王揽尽。这恰恰显示了我们大楚国的胸怀。先王们征战纳降小国，那些亡国的王子王孙们到了楚国，哪个不是在这里好好享受着荣华富贵？满堂喜美人，虎毒郁郁西牧城。姐妹真是人才济济，往日光闻舒公主武技卓越，今日才知这月公主真是更胜一筹。大王，您说呢？啊，是不错，的确跳得不错，婀娜多姿，宛若仙子。楚离子啊，先前不是说今日祭祀之物是舒公主的吗？或许舒公主身体不适，无论如何，总该是有缘由的。舒儿来兮，忽儿逝。细诉心底交。楚离子，你月这个丫头，平日里看起来男孩子似的豪爽，今日呢，恍惚换了一个人。婉约可人，臣弟刚才见她在台上与黄歇眉目传情，真是姻缘天赐，一双璧人。金玉之声，天籁之美，本王今日果然大开眼界。今日是舒公主与秦王的定亲之日，载歌载舞，正应了大吉大利之兆，请。禀报大王，公子歇求见。带他过来。是。公子歇为何求见？秦王大约不知，这是我大楚的风俗。少司命是楚国幸运之神，掌管婚配、子嗣、祸福。往年给少司命献歌献舞的金童玉女，都可以来向本王讨个赏赐。哦，黄歇拜见大王。黄歇，
今日祭祀大典，你等轻歌妙舞，令少司命欢颜，寡人要好好的赏赐于你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大吉之日，子歇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是心里有一个愿望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但说无妨。大王之妹月公主，温婉贤淑，冰清玉洁，皇歇攀龙附凤，爱慕已久，恳请大王将月公主许配给皇歇为妻吧。这两情相悦，倒也是佳话。是啊，楚王两妹同嫁，喜上加喜呀。对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这才子配佳人嘛。公子歇，你身为太子伴读，屈子之高徒，该知道这儿女婚姻讲究的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父母若健在，该由你父母指派媒人上门提亲；父母若不在，该由你们族长出面，这才合礼法。母后之言甚是。皇歇，月公主毕竟是寡人的贤妹，此等大事，寡人要于微后和你皇族族长商榷之后才好决断。皇歇回去即刻请本族族长前来提亲，多谢大王微后成全。今日少司命献舞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舒儿喝了殷姐姐拿来的酒，肚子绞痛，实在是应付不了，才求月妹妹上台顶替的。米音在我眼皮底下弄鬼，我心里有数。你若不贪杯，怎会闹到如此无法收场？舒儿知错了。即便如此，少司命献舞是宫中地位高贵之女子献舞，哪轮得上芈月抛头露面？母后仁慈，月妹妹与皇公子两小无猜，情投意合，两人天造地设。舒儿也是想顺水推舟，成人之美。我和你王兄想借着少司命的吉祥，庆贺你与秦王定亲之喜。你倒好，让芈月踩着你上位，丢尽了我的颜面。母后息怒，要怪就怪舒儿吧，千万不要责罚月妹妹啊！责罚她？不，这一次我是和你一样，去尽力成全她。寡人看母后今日的精气神儿比往常好些。舒儿的婚事虽然周折，但也总算定下了。淑妹的婚事定了，寡人也轻松了许多。照寡人看来，既然不能与五国交好，与秦国联姻是最好的选择。两个大国强上加强，这也省去了与那些个小国打交道的繁琐和啰嗦。虽说舒儿出嫁要到来年春天，但嫁妆也要开始慢慢筹划起来，免得到时候慌手慌脚的。母后说的是，寡人已经命内宰整理方府内库，列出清单，被母后挑选。方府是宫中藏宝库，固然重要，但我想也得让平府准备个书目。这平府是宫中的藏书库，不知母后想要多少藏书给淑儿陪嫁呢？当然是越多越好。秦国荒蛮，淑儿远嫁秦国，有几卷书陪伴，也不至于太无聊。好，那母后放心，寡人尽力去办就是。母后也真是想得开，自己的宝贝女儿偷偷与别人相好了，这口气说咽就咽下了。寡人已经答应了秦王的婚事，母后即便心里不愿意也是无法了。或许寡人把淑妹的嫁妆筹划得更加丰厚些，母后能开心。母后打算给芈姝什么陪嫁？珠宝玉器、藏书、整套的器乐，还有妓人和幽人。整套乐器？那是大套还是小套？若是大套，那就包括64件青铜编钟，24件青玉编磬，加上大鼓、小鼓、琴瑟、鱼箫、巫都、箜篌等，那就得200-300件。还有那奏乐、歌舞的妓人、幽人，那也得好几百人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？这怎么能说过分呢？淑儿是母后的心头肉，多些陪送是应当的。我楚国又不是拿不出来。永相令那里统计出，
要陪送多少人了吗？景昭两家各出1名族女为应妾，每个人最少有10多个侍从侍女。至于淑儿的陪嫁陪官，加上女官及家眷，还有奴仆600人，兵丁1000人，侍女600人，内侍300人，再加上奴隶3000人，还有那妓人和佣人，这样算下来，总数怕是过6000人了。亏得余志有限，否则母后还不得把楚国1半的人口都送过去？寡人只有这么一个王妹，楚国也只有这么一个嫡公主，自然排场要大一些。还有4000个送嫁的兵丁，把淑妹送到了边境就回来。这么算起来，那得1万多人。送亲的场面，再气派不过了吧？只是淑妹这一走，母后想再见她一面，怕是就难了。我看母后不仅想保淑公主亲生尊贵无比，还想保她的儿女生生世世用之不尽。哼！我看就你这张小嘴刁蛮。过来，看寡人怎么教训你。大王你真坏！张子随寡人离开楚国，下一次回来不知何年何月了。张仪愿与大王相约，倘若下次再回郢都，定是兵临城下。好。叶儿，姐姐，你这个人啊，都回到自己房间了，能不能歇一会儿啊？自小忙碌惯了，你让我老闲着，弄得我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。好歹你也是个公主，能不能学着使唤别人啊？从小到大没使唤过，还真不会呢。那将来你要嫁人了，要那些下人丫头干什么？谁说我要嫁人了？还嘴硬。前2日是哪位公子在祭祀少司命大典上向月妹妹求婚的？好啊，师姐姐，你淑公主、月公主，公子歇在殿外求见。果真灵验，说谁谁就到了，快让他进来。是。淑公主，月公主，哪来那么多客套？近几日你好像清瘦了不少，又犯傻气。珍珠，快去烹茶。是。你来找我有何事？怎么一早就过来了？是威后召我来高堂台的。皇族族长已经向大王提了亲，大王也有了允婚的意思。我猜想威后定是叫我来说赐婚的事。真的？所以我马上来告诉你一声。这下可好了，以后有公子歇照顾妹妹，我这也放心了。淑公主的嫁妆单还有2大车呢，微后不用着急，慢慢看，以免伤了眼睛。等再过几日，我把这些嫁妆单看完了，你拿给舒儿看看。如果她还有什么中意的，再一一添上。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，等舒儿出嫁后，你和我也好好歇息一下。奴婢未见之人，怎么敢说辛苦？微后，公子歇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他来做什么？是我让他来的。我刚刚想好了一盘棋，下好了可以一发双冠。皇歇拜见威后。免礼。皇歇，你长大成人了，你可知道你还在孩童时，我就在你们族长的怀抱里见过你。那时我看你古貌淑清，我就断定你将来必有相陀之才。威后过誉了。
如今你的文才武略已经快赶上你的师傅屈原屈夫子了，可见我看人一向很准。春秋时，鲁国的叔公武公也说过，子贡贤于孔子，而子贡说，若是拿宫墙来做比喻，我的宫墙只有尖头一般高，别人过来都可以看到里面的一切，而孔夫子的宫墙有数仞之高，若不得其门而入，便看不到里面宏伟的宗庙和华美的宫殿。子歇与屈夫子正合此喻。年轻人难得如此不矜不发。黄歇，你可知我今日让你来是为何事？子歇猜测，不应仅仅是家常闲话。是家常，但不是闲话。君子正心修身，还要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公子歇乃是楚国栋梁之才，如今也到了成家的年纪。子歇已为此事焦虑数日。那日祭祀大典，子歇已向大王提及亲事，望大王和威后开洪天之恩，成全子歇。你何苦那么惶恐？你父母早亡，男大当婚，我和大王自会为你做主。谢威后。按理说，你向公主提亲，须行6礼，那纳采问名就算了，但纳吉一定要做的。子歇的父母早已过世，可求我皇族族长代为纳吉。我已经把他的生辰八字给了你们皇族族长。昨日皇族族长把大祭司问卜于庙的结果告诉了我。大祭司在神寺求问神灵，求问祖先。祖先说，你们这桩婚事应是吉兆。太祖明堂必有子歇。既然如此，那接下来就要纳征请亲了。这些事你也应该跟你们族长尽早商议才好。子歇回去马上就办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迎亲啊？如无大碍，越快越好。年轻人就是急脾气。新嫁娘和舒儿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私交甚好。我在想，可以让宫里把她的嫁妆和舒儿的一起办。舒儿出嫁前乱则乱，但不会耽误你迎娶。2桩婚事赶在一起，也让我热闹热闹。另外，我让大王赐你金华台，你可以在那里成亲。全凭威后安排。威后说了，让你和舒公主一同出嫁，还让大王把金华台赐给你我成亲呢。听起来样样都好，只是威后何时变得这样善心了？怕是大王已经允婚，干脆做个顺水人情罢了。少司命庇佑，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当然是真的。哟，这不是皇公子吗？殷公主，听说大王已经给你赐婚了，月儿正要去给皇公子道喜呢。谢殷公主好意，成亲之时，我和月儿一定会请你去喝喜酒的。哼，用不着客气。喜酒呢，月儿当然是要喝的，而且会和皇公子一起喝。他言语古怪，这是何意？不要理他。走。哎，子歇，季伯，前2日大祭司把你和公主的八字做了纳吉，你猜怎么着？看年柱，你们是天合地合，你们的八字2神相生，互为喜用，一桩大好姻缘呐！劳累季伯了，子歇事后自有重谢。哎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这6礼之后啊，我们就要考虑给公主纳征了。仪礼试婚礼上对纳征是有规制的。虽说楚王不在乎咱们那点钱财，但那上好的玉璧、虎皮、鹿皮那是一定要有的啊。那是。还有锦帛20匹够了吧？就20匹。接下来我们还要赶紧的禀于有司，告于乡老，好好操办这件事。不对，这
这八字不对。季伯，公主的生辰八字有误。怎么会？这是宫里送来的，字字金玉，板上钉钉，不会有错的。月公主是癸未年生人，而这上面是壬午年生人，日子时辰都不对。什么月公主？你手里拿的是殷公主的八字，你可不要乱讲啊！殷公主？哪个殷公主？季伯，我要娶的是月公主，芈月。哎呦，威后让大王赐婚的可是殷公主，不是什么月公主。你当着威后的面可是答应了这桩婚事的。哎，妹妹，你真的想好了？嗯。好妹妹，这下可好了，姐姐这七上八下的心也算是掉到井底。我知道你一直为你娘亲的身份所困扰，但是你想想，你我毕竟与他人不同，即便你跟我随应，我绝非会把你看成卑贱女子，你我依旧是好姐妹。将来你的儿女就是秦国的公子公主，血统尊贵，一生无忧。姐姐，此刻我就是想离开这儿。什么血统尊贵，一生无忧，我已经顾不上了。不管怎样，你想通了就好。我会去母后处向她挑明此事的。什么？你要芈月做你的陪嫁？你是真的糊涂懵懂，还是故意来惹恼我？母后既然愿意倾其后宫珍宝送淑儿出嫁，为何一提芈月二字就断然回绝？不要问那么多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芈月从小与淑儿一起长大，只有她最知道淑儿喜怒哀乐。秦国路途遥遥，若有芈月，也能减少淑儿的思乡之痛。正是因为我疼你，楚国的任何东西我都不会说个不字，但只有芈月，我不能撒手。芈月与黄公子婚事未成，楚宫内外早已议论。既然母后不想让她在楚宫出嫁，那就让她陪我去秦国，也可免了是非与众人的猜疑。不管外人说什么，我主意已定。难道母后一心想让她死在宫中？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别人说三道四也就罢了，你怎么这般不知好歹啊？恕公主错怪了威后，威后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公主好。既然是为了淑儿，那就帮淑儿解开心头之谜。从小只知道母后慈爱，对待宫中其他公子公主也恩威并重，宽严有度，为何只有对待芈月如此的刻毒刁难？芈月的娘亲与母后的嫌隙，那是多年之前的事情了。她的娘亲去世，再大的怨恨也该烟消云散。难道连恩怨也要母债子还吗？事情并非像公主想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好吧，既然你非要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这么做是有缘由的。芈月尚未出生，执掌司天台的太史令堂妹就预言，芈月是霸星出世，四府变，六甲乱，当主天下大变。芈月她从小心机和作为就异于常人，如果真应了堂妹的话，首先受害的便是我的骨肉。所以不管她在哪里，我的眼睛都大大的睁着盯着她，免得她兴妖作怪。她再一日，我就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你还要带她走？你太不知道轻重厉害了。母后，所谓堂妹的预言，从一开始就荒诞无稽，母后却偏偏自寻烦恼。芈月从小孤苦伶仃，母后更应该可怜她，年幼丧母，无人疼爱，对她格外开恩才是。却因为10几年前某人的胡言乱语，疑神疑鬼，捕影拿风，这是何苦？我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你，如此苦口婆心，你还执迷不悟，你想气死我呀！淑儿原本还猜疑玉儿到底犯下了多大的过错，
听了母后一番话，却更觉得她无辜了。淑儿心意已定，若母后不准，我就去向大王评理，望母后顾及母女情面，不要再阻止淑儿带月儿去秦国了。今日我陪舒公主去看嫁妆，那些珍珠宝贝差点把我的眼睛晃瞎了。你呀，真没见识！去年我在威后那儿伺候的时候，跟着玳瑁姑姑去过一趟方府。你知道方府吗？当然知道，那是宫里头专门藏宝贝的地方。我在那儿看到不少好东西呢。你知道吗？听说这回大王赐给每个陪嫁应时不少好东西呢。他怎么没去领啊？看书看傻了呗。自从威后给皇公子和殷公主赐婚之后，他就心灰意冷，胭脂水粉一概不沾，除了看书还是看书。用不上的东西给咱们俩。月儿，姐姐来了。我经过你的屋子，看到里面还有光亮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呀？我想再看一会儿书。不就是一部兵书吗？女儿家又不带兵打仗，看它做什么？反正心里头闷着，正好拿它解烦。上次月花台中毒，你的身子一直没有好利落，当心再倒下。知道了。那我先去睡了。好，你也早点歇息吧。姑姑，何事？我是云梦台的魁姑，听说过些日子皇公子和殷公主就要大婚了，我们做奴婢的没什么好送的，做了些喜饼表表心意。啊，交给我吧。那就有劳了。公子，这是云梦台的姑姑送来的喜饼，放着吧。灵儿，看见没有？这是青玉羽裳。哦，这琉璃珠虽不如随侯珠，但也相差不远。这蜻蜓眼，据说是从极西之地来的。这一套玉佩是用上等的玉石做的。这些啊，都是威后指定宫里头给的嫁妆。你看看这颜色，这犀角杯和这一套八组带钩，分别是用金银铜铁、西域流错8种制材做成。这些啊，都是大王赐的。这赤玉珠串。还有这一套金饰，共有12件，
这些都是娘亲留给我的。公主出嫁，这些嫁妆多风光啊！哼，看起来跟狄公主没什么两样。哼，狄公主有什么好呀？狄公主要远嫁，要嫁到那狗都不拉屎的地方去，这辈子想回楚国，跟登天那么难。比起来，我宁可不当狄公主。公主说的也是，舒公主这次走了，还不知道哪日才能再见到。那月公主就更可怜了，娘亲早死，又不为威后所喜，只怕是连个送她的人都没有呢。说的也是啊，跟她娘亲一个命，都是给人当陪嫁硬士，没人送。哼，那本公主只好去送一送了。月儿，姐姐，哎呦，你也真是的，宫里给每个应试都配了婢子和下人，一起带到秦国去，你怎么一个也不要啊？月儿不会使唤人，姐姐若喜欢，留下自己用。不说别的，眼下若是有人照应你，这些针线活哪要你亲自操持？这是给蓉儿做的衣裳，蓉儿长大了。少年公子翩翩风度，衣裳总要多备几件的。我这当姐姐的做的，无论好坏，总是当姐姐的留给她的一片心意。那要是到了秦国怎么办？我是王后，你是我的姐妹，总不能这些事情还要你亲自动手。就算你肯，我还不肯呢。秦国后宫那些不知根底的人，还不知怎么笑话我们。后宫里的人都是这样攀高踩低的。想想真是没趣。公主，殷公主来了，她来干什么？哟，你们都在呢。我还说呢，这舒妹妹要出嫁了，不知道得多忙啊。且不说陪嫁中的那些摆设、器具、书籍、珠宝首饰、乐器药材，光那4季的衣裳就得有好几车吧。秦国啊，那地方冬天特别的冷，舒妹妹得把银鼠皮和灰鼠皮的大袄多拿上2件，免得受冻。我的嫁妆由母后定夺，殷姐姐还是多操心自己的事吧。可不是，我那儿也乱成一锅粥了。说起来，我比妹妹还有早出嫁1个时辰呢。这是皇族族长和威后根据大祭司问卜神庙的结果定下的吉时，这不陪嫁的单子也有了，光金银玉石、玛瑙沉香的手串、手镯子就有好几大盘子，再加上项圈、耳环、凤钗什么的，一样样的看过来，看得我头直疼。其实啊，我也不在乎那些东西。子歇的父母过世早，家里头的事情都是由他们族长做主。皇家在楚国虽然没有过去的花团锦簇，但排场仍旧得撑着。我的嫁妆带过去，还不都是便宜了别人？殷姐姐若没别的事，忙你自己的去吧。没关系，我也是出来散散心的。灵儿，在，帮着珍珠给我烹壶茶去。是。如今啊，我才真的相信，人是天生有命的。像妹妹你，就是荣华富贵，要当一国之后的命。像我呢，就是相夫教子，若夫君能加官进爵，我也就跟着享福的命。可也有的人啊，生下来就是贱，再张狂，也只能跟他娘亲一样，给人当个陪嫁硬士。你说，这老天怎么那么公平啊？珊瑚，你进来。我记得前段日子给舒公主做过不少香丸，你把她找来，用香炉把这里好好熏一熏。是。月妹妹，要不
你我一起去园子里走走吧。这屋子里的污秽之气实在是太重了。哎呦，可不是！快走，走，走。母后，母后找我。舒儿来了，快坐到母后身边来。母后方才在想什么？想母后年轻时出嫁的情形。母后当年出嫁的时候，一定是美人儿。女儿家出嫁，衣衫光鲜，满心希冀，哪个不是美人儿？母后当年和你此时是一个样子，半点不知日后为人妻、为人母的苦楚。舒儿感激母后养育之恩。舒儿即将远嫁秦国，那里不似楚国，没有母后和大王为你遮风挡雨，万事都要靠你自己。有些话我不得不叮嘱你。这几日我特别派人去查了一下秦王后宫的情形，你知道吗？秦王之前娶的王后是魏国公主，随王后一起嫁入后宫的还有她的亲妹妹魏延和她的一个族妹。王后无子嗣，魏延把自己的儿子公子华托付给王后抚养。这位公子华现在在众人眼中已是准太子。去年春天，前王后病逝，魏延已经升为夫人位分，大权在握。我担心你宅心仁厚，到了秦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母后放心，秦王已经答应舒儿，要庇护舒儿一辈子。有秦王庇护固然是好，可是靠人不如靠自己，更何况枕边人的话是靠不住的。母后，好了，眼下多说无用。终有一日你会明白母后的苦心。蓉儿再有2-3年就可以分封领地，无论好坏都可以照顾好你自己和葵姑。小冉，我原本打算把小冉留下的，但郑伯身体欠佳，已无力抚养小冉。我想，我还是把小冉带走吧。姐姐，此去秦国路途遥远，途中一定会遇到许多危险。小冉弟弟的事，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小冉不能进宫，可跟着你是公主陪嫁，又多有不便。我想，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这个了，让小冉跟着我。不可能，我们都知道，小冉不可能进宫的。但我可以出宫，小冉跟着我，我跟着你。裴家应氏都有随从侍女，我随你一同离开楚国，既可以一路照顾你，又可以照顾小冉。那蓉儿怎么办呢？姐姐，别再把我当小孩子。葵姑这法子我赞成。我眼下虽不能为你和弟弟争一块天地，但绝不要你和葵姑再为我操心。再说云梦台里还有其他姑姑，不怕没人照应。蓉儿的确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只是葵姑为我们姐弟已经辛苦了半辈子。我原本打算让葵姑跟着你去养老的，若是跟了我，难免前景险恶，凶吉难卜。不用多说了，跟你走，无论是吃苦还是享福，姑姑都情愿。玳瑁，你跟随我这么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我和你的情分早已超越了主仆，所以我心里有个打算，一直不忍跟你说。魏后要是这么想，就把婢子当外人了。舒儿要出嫁，我心里总是不大放心。她过于天真，心性纯良，要远嫁那虎狼之秦，我担心她不是那些后宫之人的对手。魏后是打算找个心腹跟着舒公主去秦国，好助她一臂之力。正是。魏后既有此意，玳瑁
在所不辞。你真的愿意去？玳瑁从小入宫跟随微后，家人受尽微后恩典与责，婢子的性命都是微后的。只要微后肯放心，婢子一定竭尽全力保舒公主在秦宫平安。有你同去，我在楚宫也能睡几日安稳觉了。其实让你去，我是一举两得。我已经对那贱人做了安排，万一他没死在路上，到了秦国，说不定哪日他会成为舒儿的克星。到那时，就要靠你见机行事了。婢子明白。殷公主，时辰到了，殷公主请。殷公主，季伯，怎么不见黄公子啊？子歇躲在喜房里不肯出来，我也正着急呢。他要不来，如何行这一拜大礼？我亲自去请他。